这个小女孩被绑架，却用精湛的演技收服了绑匪。最后，绑匪主动将人完好无损的送回去，却因为她一句话痛哭不已，疯狂逃窜。故事开头要从一个倒吊的人命说起。大学二雅依次摆好工具，铺好塑料袋，给哇哇大叫的人封上嘴，替大哥们挂好西装，然后去屋外煮袋泡面的功夫，里面挂着的人就有气儿进没气儿出了。他们是传说中的清道夫，收尸人。然而这次大哥完事儿却没立马离开，他叫住大学，打算给他加点钱，照顾一个还没有收到赎金的肉票。这哥俩虽然一个瘸一个哑，但却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。他们很快赶到肉票地址，二雅拿根铁棍蓄势待发。正在门口四处张望呢，突然一只小手探了出来，给二雅吓得虎躯一震。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个戴着兔子面具的小姑娘。这是肉票？二雅扶额叹息，真头疼啊！俩人通过处理尸体挣点糊口的钱，可从来不敢沾上人命官司。但毕竟拿钱办事儿，很快车上多了个顶着面具的小姑娘小芳。为了避免引人注意，俩人商量让小芳跟二雅回家。本来小芳老老实实的坐在自行车后座，却在车转弯的地方突然跳下，好像颤颤巍巍的老奶奶求救。但她不知道，二雅每次埋完人都会在路过寡居老奶奶时送上5个鸡蛋。老奶奶从不会怀疑小伙子的人品，她主动将小女孩推回二雅身边。于是接下来，小芳被绑在了二雅身上，骑到天黑终于到家。杂乱无章的小屋遍布着被捐献的衣服，让小芳始料未及的是，除了她，居然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，是那个男人的亲妹妹。妹妹很黏哥哥，睡觉时会像无尾熊一样爬上去，毕竟是孩子。小芳看了会儿也撑不住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二雅的任务就发生了变故。论黑帮老大下台速度有多快，上次还吊打别人，这次就被别人吊打。眼看大哥已经没气儿，二雅脱下笔挺的西装外套，边比量边藏了起来。这次埋人的时候，小芳看俩人累得面不狰狞，蹲了下来，有些乖巧的帮忙推土，给二雅看愣了。大学还在发愁，风水轮流转，交代任务的大哥让别人吊打了。小姑娘绑架案是他接的私活，现在只能让组织善后。但那边给的解决方法就是给家属寄信要钱。等待过程中，小芳却开始温水煮青蛙，突破兄妹二人的心理防线。二雅在外吭哧吭哧的刷洗偷来的西装，等她进屋的时候，宛如垃圾堆一样的房间不见了。二雅瞠目结舌，这焕然一新的房子真是她的吗？紧接着，眼前的女孩不但为妹妹分饭，还教她说敬语，这是二雅自己都从未做过的事情。于是，在看着小芳上厕所的时候，为避免女孩害怕，她在外面不停拍手。黑暗寂静中的啪啪声让门那边的人有些心安。兄妹俩和小芳相处的似乎更好了，他们一起洗衣服，一起玩笑打闹。在二雅处理赃物的时候，小芳还会围绕着雪滴画出漂亮的花瓣，看起来别样美好。直到那天，大学带来拍立得，从欢快到悲伤，小芳小小的展示了一把收放自如的演技。大学即将去取赎金，他交代二雅，如果明天12点前没有消息，就将小芳送去人贩子那里。第二天，大学提心吊胆的在指定地点蹲守，虽然顺利拿到钱，但由于心绪不宁，他感觉周围都是监视他的人，开始一瘸一拐的疾走躲避，直到大学恍惚着起身，静静地靠在楼梯上，再也没睁眼。他的身后是一句标语：梦想之旅，平安地向着天空。而另一边，迟迟打不通大学的电话。二雅领着小姑娘进了人贩子家，看着那些萎靡昏沉的儿童，二雅有些后悔，她不敢看小芳清澈的眼神，转身离开了。没有小女孩的家再度变得凌乱。二雅看向整洁如新的西装，仿佛得到了勇气。下一秒，她身披西装圣衣，驾着无敌自行车，飞奔在追赶小芳的道路上，凭借一己之力追上黑轿车，顽强地与司机进行武术 battle， 成功将这位人贩子大叔赶入了草坪。但小芳显然猜不中这结局，她面对登场的英雄充满了抗拒，经历了一场小别扭，两人还是坐上了同一辆自行车。小芳却开始呕吐，原来人贩子夫妇骗她喝过加料的奶。二雅救人心切，急急忙忙的去药店买药，她却忘了一件事情，锁门。等她赶回去，天已经黑了，而小女孩早就不见踪影。此时的小芳顺着乡间小路出走，遇到了一位喝酒的猥琐大叔。小芳警觉地往回跑，碰上找得满头大汗的二雅，二雅却忍不住挠头。她既生气女孩出走，又担心深夜乡村暗藏的危险性。她本想发火，但忽然注意到女孩腿上的伤痕。小芳看着眼前这个人紧锁的眉头，不顾她的抗拒，用力地拽着她往家的方向赶。没一会儿，二雅就消了气儿，背起小女孩回了家。而此时，一位巡逻女警察碰到那位醉酒的猥琐大叔，感情大叔真是警察，就是没学会面部表情管理。顺着大叔的话，女警举着手电一路寻找，碰上正在厕所前啪啪啪的二雅。面对警察，她显而易见的紧张起来了。这时妹妹冲出来大叫姐姐，
二雅惊慌失措的死死躲住厕所门口，但女警已经开始步步逼近。二雅忽然头脑发热，扑向警察，俩人慌乱的挣扎搏斗中，带倒了一架扶梯，重重砸下。被二雅压在身后的女警合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了回应。二雅开始手忙脚乱，她与大学平时卖完人都会念圣经祷告，做梦都想成为一个正常体面的人。倘若她的手上真的背负一条人命，那她该如何自处？不同于她的六神无主，一旁的小芳却十分冷静。她拿起铁锹，拍了拍二雅的肩膀，埋上不就好了吗？黄土埋没一半，二雅将两个小女孩赶走，自己魂不守舍地面对警察安详的面容，浑身颤抖着弯下腰来，一动不敢动。这时，她听到清脆的啪啪声，转头望去，小芳一脸平静的拍手，如同她上厕所时外面的拍手声一样。现在换她来给她陪伴与安心。第二天，二雅看到小芳作业本上的学校地址，她再度穿上那件西装外套，送女孩回去。不同于她的思绪万千，小芳却是大步向前。俩人刚离开村庄，绑票组织那边却找上门来，他们误以为二雅妹妹是小芳，本想带走，却看到黄土中不停蠕动的手掌，于是一不小心救了被埋还没断气的女警，这下不敢带走女孩了。俩人仓皇而逃。二雅带着小芳回了学校，孩子扑向老师，面对询问，她思索片刻。二雅猝不及防的逃窜，她没想到会面临这样的情况，跑出很远，还不忘看向小女孩的方向。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剩下眼中的热泪和口中含糊不清的呜咽声。她喘息着脱下西装外套，仿佛扔下了最后一丝体面。反正这本来就是偷来的尊严。而另一边的小女孩看着父母奔跑过来的身影，以及被爸爸牢牢抓在手里的弟弟，她的表情有几分耐人寻味，但很快就换上了一抹微笑，鞠躬并静静等待。这是2020年韩国最新犯罪电影。刘亚仁贡献了继《燃烧》之后最好的演技，饰演了一位有恶行却无恶意的收尸人。小女孩的出现重新唤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与期待。但在最后的场面里，当她穿着她憧憬的西装，体面地送小芳回到了学校，小芳不再伪装善意，而是毫不留恋地甩开手走掉。来自城市人的套路让二雅瞬间被打回原形，她再次失去了期待，再次感受到了现实中无可适从的茫然。这是此类小人物的悲哀与无奈，也是影片中最为残酷的地方。影片为无声，如同娇儿讲过的另一部《爆裂无声》一样，直到最后，生活留给他们的也只剩喉咙深处低沉的喘息和呜咽声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